渔夫问樵夫：你可曾知晓如何观天地万物之道？樵夫闻言憨厚一笑，拱手道：惭愧，我尚未得其门径，望兄台不吝赐教。渔夫轻抚胡须，缓缓言道：观物之道，不仅用双眼去看，还要用心去感受。不仅用心去感受，还要以理去领悟。世间万物，无不蕴含其理，无不承载其性，无不遵循其命。理者，须探究方明；性者，须观察方显；命者，须推算方悟。此三者，乃天下真知之所在，即便是圣人，亦不过如此。若有过之，那便超越圣人之境也。就如明镜之所以能映照万物，全因其不藏不掩，清晰映照。但镜子只能反映，尚不及水之能包容万物之形。水可随物复形，无所不包。然水之能，又怎及圣人能洞察万物之情？圣人之所以能洞察万物之情，因其能反观自身，非以己观，乃是以物观物。物我两忘，心境合一。此所谓反观之道，乃是至高境界。试想，我一人，人一我，人与我，皆为万物之一。故圣人能以天下之目为己目，所见无所不包；以天下之耳为己耳，所闻无所不及；以天下之口为己口，所言无所不达；以天下之心为己心，所谋无所不至。故耳，如此观天下，所见广阔，所闻深远，所论精辟，所谋详密。能做到所见至广，所闻至远，所论至精，所谋至密，其中无一不明，岂不是至神至圣耶？非我独赞其为至神至圣，乃天下共识。非一时一地之誉，乃千秋万代之颂。古往今来，皆有人识其真，赞其高，此乃圣人之道，永传不朽也。樵夫手指鱼竿，问道：你是如何钓到鱼的呢？渔夫微微一笑，答道：我钓鱼靠的是6件物具。樵夫好奇道：有这6样物具就一定能钓到鱼吗？渔夫捋了捋胡须，说道：那可不一定。有这6件物具，是人可以做到的，但能不能钓到鱼，那可是天意了。樵夫一脸疑惑，追问其中奥妙。渔夫接着说：这6物便是鱼竿、鱼线、浮子、沉子、鱼钩和鱼饵。这6物俱全，未必能确保钓到鱼，但若缺了任何一样，那定是空手而归。所以说，6物齐全钓到鱼，那是人力； 6物齐全却钓不到鱼，那就是天意。6物不全，鱼儿不上钩，这就不是天意，而是人力问题了。正所谓尽人事，听天命，谋事在人，成事在天。樵夫又问：那有些人拜鬼神求福气，这福气真能求得吗？渔夫正色道：善恶由人，福祸由天，天道有常，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。鬼神岂能逆天而行？做了亏心事，天网恢恢，疏而不漏；天降灾祸，祈祷也无济于事。唯有修身养性，积德行善，方为君子所为。
这样才能远离灾祸。樵夫又问，为啥有人行善却遭罪，有人作恶反得福呢？渔夫叹了口气，这便是幸与不幸的区别。幸与不幸是命运，应该与不应该是天理。命运与天理，人又怎能逃脱呢？樵夫好奇问道，那何为天理，何为命运呢？渔夫解释道，小人得福，那不是天理，而是命运；遇到灾祸，那是天理，而非命运；君子遭受苦难，那不是天理，而是命运；得到福气，那是天理，而非命运。接着，渔夫又语重心长地说，人与人之间的感情最深，莫过于父子之情；最浅，莫过于陌路之人。可是，在利害面前，哪怕是亲如父子，也会形同陌路。父子之情虽是天性，但利害也能将其冲淡，更别提那些本无血缘关系的人了。利害对人的影响之深，实在令人不得不防啊。樵夫听得入了迷，渔夫继续道，陌路人相遇，彼此擦肩而过，心中无害人之意，那是因为没有利害关系。但若有利害相争，陌路人也好，亲人也罢，又将如何取舍呢？若能以义相待，即便是陌路人，也能如父子般亲密无间。义乃谦让之根本，利是争斗之源头。谦让生仁义，争斗惹祸端，两者相去甚远。尧舜乃仁者，桀纣是暴君，同样是人，为何仁者与暴君如此不同？仁义因道义而生，祸害由私利而起。若只顾私利不顾道义，就会出现陈弑君、子弑父的惨剧，哪会像陌路人相遇，只是交换一下眼神，便擦肩而过，那么简单纯粹啊。